新房装修要不要安装指纹锁？是不是智商税？毕竟是电子产品，指纹锁是否能做到100%安全？如果它突然失灵，识别不出指纹或者电量耗尽的话，我们岂不是有家不能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指纹锁到底是鸡肋还是懒人神器。曾几何时，指纹锁还是只存在于科幻小说或者电影中的新奇玩意儿，但如今却已经极为普遍。简单来说，主要因素绕不开3点：便捷性、安全性和独特性。指纹锁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就像电子版本的钥匙一样，只不过这个钥匙是你的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大自然为每个人都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密码，而且不会受到时间和年龄的影响。当你把手指放在指纹锁上，感应器会自动拍摄你的手指表面，采集用户的指纹数据。但这个过程中采集到的指纹图像会经过特殊算法识别和提取到用户指纹的关键特征点，例如指纹文献的分叉点和端点。如果这一指纹数据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用户指纹模板匹配，则会打开房门。整个过程虽然步骤繁多，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生物识别技术的不断进步，指纹锁几乎能在几毫秒内就迅速地辨认出指纹。相信可能90%用户选择指纹锁的原因都是方便，无需携带钥匙或者记住繁琐的密码，只需要手指轻轻一碰就能够迅速进入家门。这对于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神器。并且相比传统门锁来说，指纹锁可不仅仅只是增加了一个简单的开锁功能，更像是一个生活的智能管家。指纹锁有多方便？相信用指纹锁的家庭就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锁，更是一份安全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智能科技的蓬勃发展，指纹锁也步入了联网时代。用户可以通过联网进行远程操控和实时查看门锁的开启记录。当有访客前来拜访时，指纹锁能通过手机 App 向用户发送视频对讲请求，实现随时随地与访客进行视频交流，不用开门就可以确认访客的身份，整个过程更加安全。指纹锁还能及时向用户汇报自身的状态，比如电量等信息，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许多网友会考虑的问题。万一下班回家开门发现指纹锁正好没有电，该怎么办？指纹锁在低电量的时候会给用户提前预警，用户完全有时间去更换电池。即使电池真的耗尽，许多指纹锁还支持使用移动电源进行应急充电，可以通过充电宝连接应急充电口，对指纹锁进行临时充电使用。而且指纹锁的电池续航能力非常强，长达1年甚至更多。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是指纹锁的撬锁告警，如果有人试图撬锁，指纹锁就会立刻触发警报，震慑潜在的入侵者，同时还会将报警信息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确保用户能够第一时间知晓异常情况。那么也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的亲戚好友碰巧在我没在家的时候想要进门该怎么办？这也不用担心，指纹锁提供有远程开锁的功能，当亲戚突然到访而碰巧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可以提供一次性密码或是远程操控智能锁进行开锁，让他们能够在你不在家的时候顺利进入等待。相比传统门锁来说，指纹锁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开锁机器，而是一个集成多种功能的设备，为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化，指纹锁价格也逐渐下降。现如今选择指纹锁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指纹锁有很多好处，是否能证明一定就比传统锁好呢？指纹锁出现后，在市场上火过一段时间，人们用过一段时间后，纷纷称它是鸡肋。尽管指纹锁具有众多引人注目的优点，比如快速解锁，对用户更友好，但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人对其持有褒贬不一的态度。而这些所谓的槽点，主要源于安全问题和一些实际操作时存在的弊端。常见的指纹锁识别技术分为光学指纹识别和半导体指纹识别，虽然能够迅速识别出指纹，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一些研究表明，尽管指纹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特征，但黑客仍然能够找到方法绕过指纹锁的保护机制，利用从触摸物品表面留下的指纹残留或者指纹图像的2次利用等手段来模仿用户的指纹，从而进入家庭内部。有些指纹锁上还带有机械钥匙孔作为备用选项，原本是为了防止指纹密码出现故障时应急使用的，但没想到也成了指纹锁上的安全漏洞。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可能会通过破坏锁芯的方式直接闯入家中，外部环境因素同样也会影响指纹锁的性能。
对于家住北方的朋友来说最大的烦恼可能就是寒冷干燥的冬季，用户的指纹可能会因为外部的低温环境而变得更难识别，反反复复按上好几次才能成功。对于家住南方的朋友们来说，湿润的环境或强光也可能会干扰到指纹的识别。一到回南天或者梅雨季节，家里的指纹锁就有可能会失灵，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报警，这也是锁芯受潮导致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环境下，指纹锁的性能可能会下降，使其不如传统的物理钥匙稳定。用户还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有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自己家里的老爸老妈觉得指纹锁纯就是浪费钱，手指比较粗糙的还要来回按5-6次才能打开，有这功夫我还不如直接用钥匙开门了。正如所有的科技产品一样，指纹锁有其明显优点，当然也有一些不能忽视的缺点。但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中进步的，对未知的想象不断驱使着人类在科学技术上产生新的突破，而科技的突破又不断拓宽人类对未知生活想象的边界。可以确信的是，大家对便捷性和安全性的需求会继续促进制造商对指纹识别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创新，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及各种挑战，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